怎么没见过你啊？之前那位李管家呢？李管家是我的舅舅，他身体不适回老家了。诸位叫我阿宁便是。初来乍到，若是招待不周，还请海涵。你这一来啊，给这老气横秋的宅子增添了几分美丽动人的气息呀！哈哈哈哈！还请各位随我来吧。请。走。好久没来。干爹，好久不见，重阳安康。于老重阳安康。李兄，重阳安康啊！重阳安康，重阳安康，重阳安康。都来了，请把礼物放下吧。于老，重阳安康。呀，30年了，为何你的容颜丝毫未改啊？于老说的，应该是我的父亲。大家都说我长得像他。像，太像了。为何你父亲不来呀？是身体有恙？他已经过世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这位小兄弟是我的朋友，苏北路。干爹，我这结婚也有好几年了，还没跟您介绍过呢。这就是我的丈夫魏卓然，是个医生。于老，是个杨大夫。啊，我学成归国，正是想将西医推广出去的。放着自个儿博大精深的东西不要，跑到外头去学那些绣花枕头，这不知道怎么想的。李兄啊，你这庄子这么大，不多找几个人服侍啊？我一个残年老朽，早已无所欲求了。我活一日，算一日。老爷，按照规矩，第一件事应该要带着客人们去参观藏品阁的。对对对，于老的藏品阁天下闻名，我们兄弟俩也好久没进去了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想当年那可是宾客如云，人山人海，热闹。安宁啊，那就先带客人们去参观吧。是。诸位请随我来。小太皮，服侍好老爷。是。请。
我听说于老为人坦荡，可如今这里多了这么多看守，这不像他的做派。于老半生收藏在此，也算半个博物馆了，自然需要多点人看护。你们都出去吧。是。这是青铜盘龙纹鼎，老爷收藏了半辈子，最近几年他才拿出来的。阿宁管家还真是个行家，刚到禹庄，就对于老收藏多年的藏品这么了解。没想到私人收藏里也能有这种等级的宝物，真是太幸运了。真是开眼界了。还请各位自行参观。大气，比例遒劲，悬针术犹如利剑，力透纸背，方寸之间已现刀光剑影。说起刀光剑影，兄长为何不爱受金？转折处藏锋，漏锋运转提顿，至寿而不失其肉，也颇有美感。可惜徽宗文弱误国，不中用，其实虚也，不值一看。对，兄长说什么都对。咱们洪家上下属你最厉害，你功夫强，品味高，你不喜欢的东西就是不中用的东西。怎么阴阳怪气的？嫌不中用的东西没有用，又想让不中用的东西去给你赚钱，最后只能是砸了招牌，折了租金。说要什么买地办女子游泳班，最后不还是我去求人借钱？反正功劳都是你的，有苦吃的时候，你就一定会分弟弟大半。你懂什么？管好自己。吴小姐，我们之前好像没有见过这件藏品。是，之前咱们来的时候藏品也没有这么多。每次来这儿都能见到很多新鲜的东西，真好。之前来的时候你还一问三不知呢。这几年也是加油补功啊。重阳节有各位的陪伴，实乃老夫之幸事啊。赏秋菊，配茱萸，吃梅点，品香茗，这些环境都不可少。这菊花酒好香啊！是山下酒庄自酿的，我还以为是你亲自酿。重阳节配茱萸，还挺有意思的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重阳，不过他们叫我小踏皮。小踏皮，你很顽皮吗？小踏皮，去里屋把大家给老爷的礼物拿出来，给老爷看看。感谢于老，今日让我们有缘相聚此地，我们一起敬于老一杯吧。祝于老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重阳安康，重阳安康，重阳安康。谢谢谢谢，彼此彼此啊。我也不会别的，就给干爹献唱一曲，也给在座的各位助助兴。好啊。春光满园，定是贵客来，鲜花儿朵朵开。对对双双，鸳鸯结伴游，这风儿多惬意。有的
是完美江红唇，浓郁甜言深似蜜。这般的风景，只可画中寻，你我皆是画中的人。好，好。哎呀，经年未见，雨农的歌声仍是如天籁一般，并且还有了很大长进，前途无量。干爹谬赞了。你觉不觉得这个院子有点怪怪的，但又说不出来为什么？大家看来意犹未尽呐，老夫也准备了一个节目，希望跟大家一同赏玩。是我们要收回的六伯旗吧？贤侄啊，可会下六伯旗呀？略知一二。甚好，甚好。今天既然都已经到齐了，老夫想请大家陪我下一局真人六伯旗。真人六伯旗，这真人六伯旗要怎么玩？我与贤侄对弈，劳烦其他的人扮演棋子，在庭院中按棋步行走即可。阿宁，给诸位介绍一下规则。六伯旗对弈分为黑白两组，两组分别从庭院的两侧出发。若两子狭路相逢，则一子吃掉另外一颗棋子。无论黑白，先到中庭者获胜。但执棋的是2个人，那其他人作为棋子就只能走来走去吗？无妨，老夫定了一个新规则，如两子狭路相逢，老夫有锦囊相赠。至于锦囊里装的是什么，还允许老夫先卖个关子，到时候自然知晓。够了神秘兮兮。啊，既是下棋，必有输赢啊，还是要有个彩头为好。老夫决定，无论是黑白，只要有一方赢了，所有人都可以得1万大洋。嚯，这么大彩头了！这么多钱呢？老夫也是耄耋之人，久病缠身，钱财乃身外之物。再说我也无后人了，独守钱财，何用之有啊？那如果我们是棋子的话，怎么知道自己走几步啊？对弈者置竹柱得部署，我便会通知大家行动。敲黑铜钵则是黑方形，敲白鼓则是白方形，会敲2次。第1次的次数是你们的序号，第2次则是你们行进的步数。地上的蜡烛会给大家指引方向，5支蜡烛为1步。那怎么分组？怎么排序啊？拿到黑牌者，请站这边；拿到白牌的，站到另一侧。于老有心了，这样一打散重组，无论黑白哪一方获胜，都有一组能有1个人获得彩头。多谢于老，实在是慷慨之举啊！那就请大家将自己的名字写在棋子上吧。
用红笔写名字好像不太吉利啊。这游戏不是那么好玩的。一会儿我不在你身边，你自己记着点儿，这棋可能会蛊惑人心。哎，这白棋似乎还少一人。我也想玩，可以吗？可以呀，但是名字就不用写了。苏先生、吴小姐、洪二爷、潘公子，你们是黑棋，便跟我来；剩下的白棋就跟着小踏皮去准备即可。大家记住，要仔细听我的指令，千万不要走错部署了。去吧，走吧。哦，原来这些蜡烛是按照六伯棋的点位设计的。那这个庭院的布局是仿造，刚刚六伯棋棋盘建造。潘公子好眼力，这么大的雨庄，你天天只陪于老一个人，不会觉得闷吗？安宁姑娘，如果什么时候想进城散散心，可以随时找我。洪二爷，刚刚我就看着你无精打采的，怎么了这是？想什么呢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打起精神来，别拖累我们。要是拿不到奖金，唯你是问。好，这个老于啊，一把年纪了还心血来潮，玩什么真人棋？这不是让我们在这儿陪他办过家家玩吗？我们随便走一走就能拿到钱，就当哄于老开心了嘛。是啊，于老也不容易，毕竟是苦苦伶仃，哪像潘老爷您父慈子孝。哎，潘老爷，接着不说话。潘老爷，您是我最信任的长辈。最近啊，外面有一些流言蜚语，说我们洪家武馆快办不下去了。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这些鬼话？我没有听说过。哦，那就好。那些账目啊，都有白纸黑字记录好的，收益一切正常，您完全无需担心。至于那些谣言，一定是对家武馆的人放出来的，想传到您的耳朵里，让您撤资。那就好。潘老爷，至于女子游泳班，我会考虑的。哎，好。差点忘了关心魏大夫了。听说魏大夫的诊所生意不如预期啊。哎呀，西医嘛，不是开刀就是流血，听起来就害怕。维持诊所压力大，真的辛苦你们两位了。我呢，好歹是留过洋的医学博士，我的医术就不需要洪大寿担心了吧？哦，倒是您自家武馆的生意啊，多操心操心才是真的。哎呀，西方新的思维方式的确了不起，男女平等，谁养谁。
都不重要。贤侄，说到你父亲，我跟他原本就是买家和卖家的关系，算不上朋友。一日，我们翻山越岭，去一个村落看一件古董，突遭暴雨，连绵3日不绝。好在我是个骑士，走哪儿我会随身带上一副旗。我们终日靠对弈打发时间，倒也不觉得等待漫长。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。人生短短几十年，难得。于老，实不相瞒，这6伯与我十分重要。这局棋，若我赢了，于老可否把这6伯让给我？好，看在我跟你父亲从棋友到挚友的这个份上，你若赢，6伯棋就归你。多谢于老。但是，按规矩，棋局一旦开动，直至分出胜负之前，不可停止。理应如此。于老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咱们就开始吧。你是客人，你先治。好。那就让红烈先行3步吧。白棋2号行3步。白骨第一次敲2下，代表着红烈先生。第2次敲3下，代表着要前行3步。好，潘老爷，那我先去了。黑棋2号行5步。诸位，我就先告辞了。保重。吴小姐，是有心事吗？没有，我就是突然想到，这重阳节，不正好是秀云的生辰吗？你提他做什么？怎么就不能提了？大家心里不是都想到了吗？只是没人说罢了。让魏卓然行2步吧。白棋1号行2步。潘老爷，那我先过去了。全黑，这可是枭棋呀，他是可以吃掉所有经过他的棋子。不过游戏而已，我不想太过惨烈，就删掉了这个规则。全白则为鬼棋，两死相安无事；否则金戈铁马，
不好，不好。黑旗2号行6步。又是红赤，看来于老取胜之心甚切。你的棋风跟你父亲一样，可注意别坐失良机哦。于老也要知道，欲速则不达。那就让小孩先行一步吧。潘老爷最为年长，让他歇一歇也好。白旗4号行1步。让你的朋友也走一步，别闲着。那我先走了。这个人怎么就翻篇了？凭什么能翻篇啊？大家都已经说好了，你是拿你自己当好人了是吗？你干了什么事你心里是一点都不清楚啊？你对得起秀云吗？如果不是你当时把秀云介绍给了那个有家室的周先生，秀云会是今天这个下场吗？帮我来杯热茶。您的茶，谢谢。说了多少次了，不是我要介绍。再说了，当时你在哪儿？你跟你的魏先生正如胶似漆呢。你脑海里还有你的好朋友秀云吗？要是早几日离开，早几日，一切都不同了。什么早几日？我听不懂。你先拉的皮条，现在什么意思？怪我是吗？跟你说不明白。第一次争斗，有意思了。黑旗2号行3步。阿宁啊，速去把锦囊献上。在下有一疑问，于老，请讲。为何要将这庭院设计成棋盘模样？我看这并非是最近所见，而是精心打理了许久吧。多年未见，突然让大家陪玩一局真人六博，并非心血来潮吧？哼，我年轻的时候，除了收藏古董、研究古董和做生意挣钱以外，我唯一的爱好就是下棋。以前呢，有秀云陪我下。可现如今，我风烛残年，苟活于世，谁与我对弈呀？所以我就把院子建成了棋盘的模样。平时在院子里走走，散散心。人老微寒，哎，先知。稍等一会儿，我去添件衣服啊。哥，我们居然到了同一席位，接下来要怎么玩啊？应该是一方吃掉另一方，被吃掉的那一方下场休息了吧？哦，那锦囊又是怎么回事？二位，
这是老爷给二位准备的锦囊。这是秀云的匕首。于老，这是何意呀？老爷的意思是让二位自行决出胜负，当然不一定要用武力，只要做出选择，谁去谁留，决定之后告诉我即可。二位慢慢决定。你先下去吧。以后在潘老爷面前说话的时候别乱说啊！我刚才已经告诉他，武馆盈利正常了。我没有乱说话，我只是想提醒兄长，武馆现在的学员学艺不精，贸然出去参加比赛一定会输。这样的情况扩张武馆，只怕会坏了洪家的招牌。到时候后面的学员收不上来不说，就连场地的租金我们都交不起了。不扩张武馆，那我们说好的要办女子游泳班，哪有钱做啊？正是因为要留钱办女子游泳班，可以预见得到前期不会有多少女子愿意报名的，但是又需要维持，大量的金钱、大把的时间精力缺一不可。如果你坚持扩张武馆，只怕连我们最后的钱都会泼出去，我真的理解不了。经营的事你懂什么？给我滚下去！滚！一直以来，我都只是你的陪衬，你早就理所当然了，是吧？我知道你看见秀云的匕首，你不快活，你喜欢秀云，秀云不喜欢你，你不配提她的名字。当年要不是你为了巴结潘老爷，硬生生把我从秀云身边拉走，他就不会遇见那个姓周的，也就不会开始那段孽缘。我巴结潘老爷为了我自己吗？事实就是秀云根本就不爱你，承认那个现实，有这么难吗？你闭嘴！你优柔寡断，不成大器，争不过任何人。秀云凭什么喜欢你？你反了你，反了又如何？先生，恭喜先生，黑白两子已分出胜负，您的白棋并未被黑棋吃掉，被吃掉的是黑棋。黑棋？刚刚发生了什么？我要去看看。恐怕不行，于老专门嘱咐过，雨庄庭院地形复杂，若是不熟悉的人去，恐怕会迷路。您还是坐在此地完成棋局，之后再好好游览一番。于老的锦囊里装的是什么？不过是一些让大家更加投入棋局的小物件，为这盘棋局更添一份精彩。下棋甚是有趣，趣味在体会对手心态，
有时甚至可以引出人心之叵测，轻则放大输赢之心，重则至亲相残。不好，看来那洪家兄弟已经刀刃相对了。重阳佳节，登高望远，殊不知最苦的是遍插茱萸少一人呐。遍插茱萸少一人，于老这是何意啊？贤侄啊，刚才天一耽误了一点时间，抱歉啊。我们继续。哦，黑旗竟被反杀，无妨，无妨。两子相遇，向来都是后子吃前子，可你却用锦囊让他们决定黑白子的去留。刚刚庭院里传来厮杀之声，我们不应该先暂停棋局去看看吗？老夫在开局的时候就说道，未分出胜负之前，不可停止。那要是关乎生死呢？贤侄啊，我让你来禹庄是看在你父亲的份上，若是你到了人家主人家，随意改变人家的规则，那就莫怪主人对客人无礼了。敢问于老，您这又是什么待客之道？我只是尊重神圣的棋规罢了。贤侄，行。白棋2号行3步。你是想让白棋快点赢，好结束这盘棋是吗？老夫今天是棋逢对手啊，我还真舍不得这么快就结束。你让开，到我走了。把话说清楚。什么叫我拉皮条，我出卖秀云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穷死、饿死，我也不会干伤天害理的事儿。穷死、饿死，穷死、饿死，哪轮得到您啊？您什么家底儿啊？就算你把家财散尽了，你还有个好爹呢，潘老会给你擦屁股的大少爷。我爸帮不帮我另当别论，但我不会让女人帮我。什么意思？无大名姓，嫁了人了，还出来抛头露脸呢。说好听点叫重返舞台，但凡明眼人都知道，你是为了养那个姓魏的空心老官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说，我是心疼你。用你心疼吗？大家明面上不说，背地里都笑话你呢。吴小姐，别真把自己当角儿了。吴小姐，这棋有意思了。黑棋1号行5步。但愿那对夫妻真如表面那么恩爱。卓然，一诺，
但愿那对夫妻真如表面那么恩爱。卓然，一农，不用担心，我们俩不管谁走到最后，都能拿到这1万银元。到时候你就再也不用出去唱歌，到处去抛头露面了。你这个干爹啊，还真的是个大善人。我不介意出去工作，介意的人是你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介意的话，我怎么可能去现场给你捧场呢？你去现场那是不得已而为之，或者你是怕别人对我有非分之想？难道没有吗？那天那花是谁送的呀？花？我重返舞台有人送花不是很正常吗？我还想问你呢，我以为那花是你送的，结果不是，我也很意外啊。卓然，我是真的喜欢唱歌，喜欢舞台。我做我自己喜欢的事儿，光明正大的赚钱。别人不理解我，你还不理解吗？我理解你呀，我理解你，谁理解我呀？你知不知道他们怎么笑我？他们说我吃软饭，说我靠我的女人吃软饭。你想过我的感受吗？可是，行了，你别再说了。等拿到这1万银元，你别唱歌了。卓然。吴小姐，魏先生，这是老爷给2位准备的锦囊。你看吧。雨农姐，我与明轩打算乘19日的船离开，这里有些钱。我出不来，请你务必帮我买2张船票。秀云的信。是啊，老爷说要将这封信给您留作纪念，他还让我跟您说，3年前的9月17日，秀云原本想要将这封信派人给您送去，可是那日您正好跟魏先生一起去旅行了，所以这封信就被退回来了。老爷还说，那日要是您真的给他买了船票，他们便会搭乘19日的船离开，就不会遇上海难了。不过不知者无罪，和未婚夫一起旅行嘛，也是无可厚非的。好了，现在的决定权就在2位，谁离开谁留下。快把信给我看看，怎么了？我要没记错的话，3年前那场海难是9月。3年前的9月，我一个人去了北平出差，一去就是2个月。你说你跟我去旅行了？那我可能是记错了。卓然，你留下吧。我走。那你肯定也是没在成都，要不然这信怎么会被退回来？吴小姐那么有名气，邮差不可能找不到你。你跟谁去旅行了？没谁。那你去哪儿了？我是去外地演出了。因为是私人地址的演出，不方便对外说，所以我对外一直都说是和你去旅行。私人演出？那你告诉我，是怎么样的私人？怎么样的演出？唱歌，祝寿助兴，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我会接这种活，还不是因为来钱快？那个时候我们还没结婚。又要筹备婚礼，又要筹备新房，连我们蜜月旅行的旅费都是我出的。我不赚钱怎么办？
钱从哪儿来？从天上掉下来吗？钱，你满嘴都是钱。有的时候我真的不明白，你到底是喜欢钱，还是喜欢被那些男人追捧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说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们结婚了以后总是郁郁寡欢，总嫌我赚的不多。我好歹是留过洋的医生，我挣的再少也够你3餐暖，还不都是你爱慕虚荣，什么都用最贵的。又喜欢这灯红酒绿的生活，所以你才按捺不住了，又跑出来唱歌。我喜欢灯红酒绿的生活。你认识我第1天就知道我喜欢唱歌。哪里是喜欢唱歌啊？你根本就是喜欢被那帮男人追着捧着，没有男人你就浑身不自在。刚刚还招惹什么狗屁潘公子？魏卓然！你没有良心！你赚钱，你赚的那些钱够干什么的？连诊所的租金都不够，要不是因为我，你早被房东赶出去了。你也觉得我是废物？你不是吗？再给我说一遍。废物！你再说一遍！废物！废物！等我拿到那1万1元，你就给我闭嘴！这1万1元本来就该是我的，于老是我干爹。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你能来这儿？狗屁干爹！他也是当初追你的男人之一吧？啊！魏卓然，我让你胡说！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是不是疯了？我让你胡说！卓然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吧？流血了，起得来吗？起得来吗？来，行吗？刚刚发生了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怎么了。我看见洪家二爷躺在地上，可我却被一股力量推着往前走，完全没有管他。这不是游戏，妻子真的会被吃掉，你一定要走到最后，知道吗？一定要。卓然，你醒醒，你别吓我，卓然，卓然。来人啊！来人啊！救命啊！胡小姐，哦，这小女子果然手段厉害，她居然赢了。看来这对恩爱夫妻也不过是虚情假意罢了。她毕竟是你的干女儿，你为何要这样对她？干女儿，不错。哎，她小的时候，我真是待她不薄啊。我把秀云介绍给她认识以后，看他们相处甚好，真的是情同金兰，老夫甚慰。可是后来，他吃里扒外，他不仅不阻止秀云和那个星州的私会，更加自告奋勇的去帮助他们私奔。他竟顾着自己的浪漫旅游爱情，他根本没有把秀云的嘱托放在心上。可怜我的秀云就买晚了2天的船票，就此踏上了那艘梦回船。都怪我可能爱女无方，或者是教女失当，
才是秀云这么天真，这么单纯，这么容易被人所骗。你知道吗？秀云走之前，我去找过那个姓周的老家。姓周的是有妻室的，他甚至还有个儿子，他就是个骗子。你说，我能把这个真相告诉他吗？对这么单纯的孩子，那是灭顶之灾呀！没办法，我决定只好由我这个当爹的来做这个恶人。你给我进来！爹，进来！爹，你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待着，哪儿都不许去！爹，我求求您了，女生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你去见见她好不好，爹？孩子，你太善良了，善良到蠢傻了你！不是这样的，女生不是这样的人，爹，你对她有偏见。孩子，爹怎么会害你害骨肉呢？看着他！爹，你让我出去！爹，太单纯，你干什么时髦，学什么摩登，什么恋爱自由，极端艺术。我没法告诉他，他竟然，小云。父亲，您看见这封信时，女儿正在前往英国的远洋渡轮上。对不起，女儿还是任性了。女儿想为自己的人生争取一次。我知道您不喜欢明轩，可是女儿已经认定了，明轩也答应我会供我在国外读书。待女儿学成归来，再与父亲相见。父亲珍重。护士，护士，红烈，红士红烈，你们快起来帮我追救！老爷，怎么了？他们俩呢？红烈两兄弟早就不住雨庄了呀。为什么呀？那个潘敬亭潘老爷不是说给他们在城里开家武馆吗？眼下武馆就要开业了，他们全部心思都在武馆上面，哪里还会回来呀？这俩小子白养了。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？走，快！哎，老爷你慢点，别摔着了，老爷。兄弟，兄弟来。小云，小云啊！老爷你节哀呀！您别伤了身子。少爷。秀云啊，是我晚来得女，她真的是个小苗。大了一点以后，别的女孩子都追求时髦，向往城里的花花世界，只有她像与生俱来把我孤单一样，天天的陪着我在雨庄下棋、散步。
长歌，你说天下哪有这么懂事的孩子啊？啊！你干嘛停了？下棋呀！是啊，我让他们尝尝，让他们知道害死秀云的下场。下，快下呀！吴小姐，吴小姐，啊，吴小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魏先生怎么了？对不起，秀云，我该给你买春条的。你在说什么呀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秀云，对不起。有人吗？快来人啊！有人吗？这枚无名骑士小踏皮，不能让他和黑棋遇上。白棋3号，行3步。哈哈哈哈哈！阿年姑娘，潘公子，于老有几能相赠？爸。 下去吧。是你来吃掉我。你现在越来越没礼貌了，竟敢跟你老子这样说话。游戏规则而已。爸，难道你不想我拿到那1万1元吗？让你拿到钱供你挥霍，你想都别想。我们说好的，出来赴宴，不吵架。问我借钱的是你。 想不想借的是我，我犯得着跟你吵架？你真的不打算借钱给我？借钱让你买那些破铜烂铁，还是供你花天酒地、吃喝玩乐？爸，我拿钱是去打通关系，什么黑道、白道、海关、商会，你也是做生意的，你会不懂？打通关系。 我看是你抽烟杀鸡的借口。我再怎么样，也不会推良家妇女去火坑，何况是自己朋友的女儿。你说什么？这把扇子你还认得吗？不认识。这是秀云的扇子。那个周明轩就是通过这把扇子。 才正式认识了于秀云。那时，周明轩在贸易公司做高层经理，与你讲过这扇子的故事。你知道这扇子的主人就是秀云。 根本没调查过周明轩是否有家室，就把秀云介绍给他认识。那天我被蒙在鼓里，还是我亲自把秀云约出来的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远洋商贸的周明轩，周公子。你好，这位是秀云小姐。你好，秀云小姐，请坐。周公子啊。 我跟云哲还有一些事情，恐怕要先告辞了。啊，您先忙着，改日咱们再聚。雪云小姐，你们聊。来，爸，走走，怎么回事啊？哎，
你好，秀英姑娘。你姓周？你可以叫我明轩。明轩。这把折射案是你上次落下的，终于有机会还给你了。原来在你这儿，我找了这身子好久呢。谢谢你。不客气。于老，是你的视角，你这样做太过分了。周明轩不是坏人。再说了，我与周明轩交好，难道是为了我，还不是为了你？当时你听信你那些狐朋狗友岳阳买了一批残次货，要不是周明轩的公司帮你处理退货，你知道你要赔多少钱吗？你赔得起吗？你从来都不相信我，那批货哪里是什么残次品啊？它便宜、量大，有机器是可以修复的。我有自己的考量，而你从来都不会考虑我的感受。不学无术，游手好闲。要不是我，你现在找的生活分文露宿街头了。你又有什么能耐啊？还不是借助你老子的钱？要不是我爷爷，你有这个家底啊？爸，爸，你看，就算我死了，我的遗产你也休想拿到一分。那都要看看我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你害死了我的秀云，我也让你的儿子来折磨你，公平，公平！我来代劳吧。都别动！敲波！敲波！快点敲不准停！你按住，我马上回来。潘云哲，不该！你仔细一点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有没有人告诉我？这儿交给我处理吧。你来的正好，他们不知道怎么了，他们为什么会打起来？还有吴小姐他们，出了点意外，可能彩头太吸引人了，大家有点激动。这叫有一点激动。魏先生头受伤，你得找人去救他。我知道啊，不过苏先生，您要是破坏了游戏规则，恐怕无法赢得彩头。彩头我不要了。或许可能离不开雨庄呢。这一切都是你们提前计划好的，是不是？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劝你最好尽快回到你的位置，你的朋友还在下棋呢。哦，老爷说了，只有棋子听命，下棋的人才能安全。你和那位先生都是局外人，只要陪老爷下好那盘棋，定能平安离开的。别敲了，荔枝先生，您不能这样。您别忘了，您的朋友还在棋局当中。我劝您最好坐回去，否则……听话，回去继续把棋下完。这两枚棋子已经放弃了比赛。有其父必有其子，一对窝囊废没用的东西。现在就剩你那个朋友了，
就看看他的运气吧。白棋4号行1步。黑棋4号行3步。是你啊，重阳。你叫我小踏皮就行了。你一点也不踏皮。我小的时候比你更踏皮，我觉得还是叫重阳比较好。谢谢。你是要来吃掉我了吗？好像是这样的。好吧。那你陪我说会儿话吧。今天这么多人里，只有你和我说话。今晚外公是不是不高兴啊？于老吗？他不准我这么叫他，可是我真把他当成了外公。那你的妈妈就是他的女儿。你妈妈呢？我妈妈不是他女儿，我是没人要的孩子。我爸爸坐船死了，我妈妈没钱养我，就给我丢到了禹庄门口。是外公收养了我。我知道他不喜欢我爸爸，但是他肯养我，我很感激他，不希望他不开心。你外公能把你养那么大，他肯定很在意你。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原因。真的吗？我的爸爸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也不在了，我是跟着奶奶长大的。她也总是很忙，小时候我也总怨她，后来我知道了，她是忙着赚钱，还把身体搞差了。我现在就很后悔，当时没有好好孝顺她。我跟你说，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亲人了，那对你最好的那个人就是你的亲人，你也一定要对他好，知道吗？嗯。红烈，白棋2号行5步。苏白鹿，小心啊！那1万银元是我的，我不会给你，我用它来追寻武馆。你现在就去庭院找下棋的哥哥，告诉他我的位置。鬼棋，掷出鬼棋，便可停止两子相搏，相安无事。这可是您定的规矩，于老。快去！
白二行三。黑四行四，好玩好玩了。也不知道你那个姓苏的朋友还有没有气力走完最后这局。今晚的这一切都是你设的局。你知道六波齐可以蛊惑心智，身在其中，可以让人产生好胜之心，甚至骨肉相残。你特意选了秀云生辰这一日，来报复所有和秀云的死有关的人。可是于老，你别忘了，秀云的死是暴风雨中的船难，是天灾。错！秀云不是死于天灾，他们个个都是凶手。你把所有的过错都归于他们，可你有想过你的过错吗？秀云为什么私奔而不告诉你？你对她的爱难道不是一种控制吗？你又给了她多少自由？别跟我谈自由！什么是自由？我给她的爱还不够多吗？我什么都给她了。不说这个下棋，下，今晚这盘棋下不完，所有的人都得想离开余庄。下。我赢了。老爷，我记得秀云阿姨。你说什么？我记得秀云阿姨。你见过秀云？不可能。爸爸带我去咖啡馆见秀云阿姨，秀云阿姨还夸我像小雪人。她说要和爸爸去外国读书，读完书回来就和我一起生活。秀云知道你的存在。我还记得秀云阿姨喜欢吃有红果子的奶油蛋糕，就像这个。老爷，你从来不吃这些，但秀云阿姨喜欢吃。秀云啊，你看啥了？你居然什么都知道。姓周的也把一切都告诉你，爹爹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还要走这条死路？他们对你的死毫无怜惜。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去伤害秀云，反而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去纪念着秀云。这个蛋糕是吴雨农送的，红烈红赤两兄弟，即便入不敷出，也要坚持设立女子游泳班。这也是为了纪念秀云，而他们背后的金主是潘敬亭，潘老爷也想为秀云出一把力。于老，执念犹如复古之躯，将你困在了这深山的雨庄中，不得解脱。试着放下吧。那位哥哥让我告诉您，他在那边。照顾好老爷。老爷。苏贝路。苏贝路，苏贝路，苏贝路，我们在这儿。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
洪师傅，你还好吗？我这是……你能起来吗？怎么样？不对，我刚才好像伤了我弟弟，我要去找他。按照棋局的路线，他应该在那边。谢谢。我以为你再也起不来了，你吓死我了！对不起，主任，对不起，我以后再也不出去唱歌了，我就在家陪你。之前是我太小肚鸡肠了，对不起，雨桐，你天生就是舞台皇后，怎么能离开舞台呢？之前是我错了，雨桐，对不起，不哭了。爸，爸，你还好吗？我还好。你怎么样啊？我没事儿。啊，没事就好。爸，我错了。阿志，哥，阿志，哥，我在这儿。阿志，哥，我没事儿。阿志，刚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哥对不住你。哥，我刚才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。这些年，哥一直无端真心，想为你争取一切，没想到竟让你误会。哥对不住你。哥，这么多年你辛苦了。其实我只是不想做永远都需要被你保护的那个弟弟，我想替你分担。哎，要我，走。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赢了吧？本来以为就是简简单单的下局棋，没想到造成了这么大的混乱，他们都被棋子的力量蛊惑了。反正最后是你赢了就行。我们也收回6波棋了，走吧。走。你真的没事吗？没事。能和洪师傅过几招，你可以啊，小瞧你了。苏维洛，苏维洛，本来想逞英雄，结果没闯出。苏维洛，苏维洛，苏维洛，你醒醒！